有一种蔬菜啊，不仅呢它给我们食物增加很多美味啊，它在外面还有很多的美名，比如说啊蔬菜皇后心脏支架呀等等，说明呢它对我们的健康呢很有帮助。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那么这个蔬菜呢是什么呢？就是洋葱。洋葱本身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味道特殊的蔬菜，它无论是做汤啊，还是跟其他的菜呀、肉啊一起炒，都会给我们的食物呢带来非常鲜美的味道。说它是蔬菜皇后啊，心脏支架，这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到蔬菜皇后啊，主要是指它的味道很鲜美，给我们的饮食呢带来不同的风味，但更主要的是指它含有的营养非常高，比如说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6和叶酸，还含有丰富的钾。我们刚做了一期视频啊，就讲这个钾呀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洋葱在这几种营养素方面真的比别的蔬菜好吗？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100克的洋葱啊，大概含有7.4毫克的维生素 C。那么和红椒相比呢，红椒含有128毫克，西兰花含有89.2毫克，菠菜呢含有28.1毫克。可见呢，在维生素 C 这个问题上呢，洋葱并不比其他3种蔬菜更好。我们再看一下维生素 B6，100克的洋葱里面含有0.12毫克的维生素 B6和19微克的叶酸。那么西兰花呢，含有0.18毫克的 B6和63微克的叶酸。菠菜呢是0.24毫克的 B6，194微克叶酸。豌豆呢是0.16毫克的 B6和65微克的叶酸。在这一点上啊，洋葱啊也不比这3种蔬菜更好。那么再看看钾，100克的洋葱里面啊含有146毫克的钾，那么菠菜呢却含有558毫克的钾，红薯呢有337毫克的钾，西兰花呢还有316毫克的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洋葱也比不上这3种蔬菜。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洋葱呢它虽然富含维生素 C、B6、叶酸和钾，但是呢在这方面它并不算是最高的。说起西兰花啊，它有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甚至抗癌的作用，对心血管呢有很多帮助，是因为呢它含有其他的重要的营养素。一个呢就是微量元素硒，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第二个就是类黄酮啊，特别是虎皮素，也是一个强大的抗氧化剂。第三呢就是有机的硫化物，有机的硫化物啊，对我们心血管方面呢有很多健康的好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洋葱在这3个方面和其他蔬菜相比呢，它是不是更好一些？从硒这个角度来讲，在洋葱里面，黄洋葱含的比较多，有0.5微克，那么大蒜呢却有14.2微克，西兰花呢也有2.5微克。可见呢，和大蒜、西兰花相比呢，洋葱的含硒的量啊还是不多的。那么看类黄酮了，类黄酮啊，100克的洋葱里面类黄酮有20毫克啊，这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红洋葱，黄洋葱也有10毫克。那么菠菜呢是12毫克，跟这个黄洋葱啊有点接近，但是呢，西兰花和大蒜呢就差得很远。大蒜有1毫克，西兰花有3毫克。那我们再看看这有机硫化物啊，有机硫化物呢最厉害的是大蒜，100克大蒜里面有100毫克的有机硫化物。那么红洋葱呢大概有70毫克，黄洋葱呢有60毫克，白洋葱啊也有50毫克。可见啊，这个有机硫化物在各类洋葱里面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虽然比不上大蒜，这可能也是洋葱的特殊的味道，以及呢洋葱的在健康方面的好处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来看看洋葱含量比较多的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
跟我们健康有什么关系？首先，有机硫化物有抗血栓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个有机硫化物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这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都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有机硫化物呢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这两样东西都是造成我们动脉硬化的基础，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有机硫化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红血球的细胞膜，维持它的弹性和功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血液的流动和运输氧气。类黄酮呢，主要是它的抗氧化功能，它是一个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害。因此呢，它就有非常重要的健康方面的功效。在洋葱里的类黄酮主要是虎皮素我们以前在视频里面讲过在防这个新冠的时候谈论过到它。其实这个虎皮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健康的好处，以后我们专门再去讲。现在回到这个类黄酮，类黄酮呢，它可以抗炎，减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是我们心血管壁损伤还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基础所以呢，它对心血管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呢都有帮助。第二呢，它有抗癌的作用，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诱导癌细胞死亡，以及呢抑制肿瘤的血管形成因为肿瘤要长它要产生很多新的血管来给它提供血液供应，让它长。但是呢，这个类黄酮可以抑制这种血管的产生，这样的话肿瘤的生长速度呢就会得到减缓。另外呢，类黄酮它能够通过血脑屏障，通过抗氧化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对预防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像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综合症等等，都会有所帮助。如果我们要小结一下的话我们说洋葱它是蔬菜的皇后还是心脏的支架呢？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呢，它的确因为富含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以及膳食纤维以及其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呢，让它成为一个营养丰富同时呢又能给我们带来美味佳肴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洋葱呢作为你的平衡饮食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讲过，没有一个食品是真正的超级食品，你光吃它就行了，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饮食刚才我们提到的西兰花大蒜菠菜豌豆等等，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水果都含有类黄酮。既然类黄酮这么重要我们在以后的视频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